你是一匹狼。你想清楚了吗？你把一只狼带回城市。先救活了再说。我想带着格林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走吧，一定要活下去。我很同情你的父母，当我抱起你的时候，最近重返狼群二次爆火。这是一部纪录片，它记录的是一个人类亲手抚养的狼最终被送回野外回归狼群的真实过程。格林过来。故事的主角是一只名叫格林的小狼。格林的父母在盗猎事件中丧生，兄弟姐妹也未能存活。刚出生几天的他被一名叫李威一的野生动物画家在一次草原写生过程中救下，并带回成都抚养。在城市与人类相处的过程中，他学会了依赖、信任，也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连接。但随着成长，格林的野性逐渐显现。李威一深知他不可能真正属于人类社会。最终，李威一做出了极其艰难的决定，把格林送回草原，重返狼群。纪录片完整呈现了从救助、陪伴、野化训练到分离的全过程。这部纪录片有电影版的，也有剧集版的。当然，李威一还出版了书籍，书是2014年出版的，纪录片的公映时间是2017年。为什么这部并不算新的故事会在最近突然二次爆红呢？这是源于抖音几位博主的分享与传播，这其中很多网友都是第一次了解这个故事，第一次看这部纪录片，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太难受了。很多网友都说自己哭了好几天，把那个脚踝子骨那个地方可能割伤了，能找到根棍子都行，拐着走还能走回来吧。喂，格林跑了。喂，格林牵了一匹马过来，你看看，你看见没？看见没？太神了，这家伙，把缰绳还交给我了。他在给你帮忙啊，好像。格林，如果我们终将分离，我多希望时间能慢一点，再慢一点，就这样陪着你一路走下去。我想为你写一部真正的。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个故事产生强烈的共情呢？为什么大家对格林的命运如此关注呢？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别忘了，第一是因为狼跟狗太像了，会让人带入自己家的动物，他们的忠诚、对人无条件的信任和感情都深深戳中了我们。看到格林归还红腰带的画面，我想没有人不会动容。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没有养过动物的观众，纯粹因为格林和李威一的情感羁绊而流泪。这就说到了第二点原因，因为我们总是太过于追求圆满的结局，而忽略了过程的美好。而这个故事正好触碰的是这一种分离创伤，是一个也许没有世俗意义上的美好结局的故事。而很多事没有结局就是结局本身，接受这样的设定是人生的功课。我也是那个总想要圆满的人。第三点原因，我想是因为很多故事总是有剧本，或者说一种走向。这种走向是我们能预知的，就像我们看一些救海豹啊、救猩猩、救大象之类的记录短片，
我们能预期到它的走向，我们甚至安慰自己，你看，总会有人去做这些正确的事情。而这个故事不同，格林回归狼群之后的几年里没有消息了，他不在我们能掌控的故事里了，我们无法确定他开不开心，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们疯狂地寻找答案，只为给自己一个安慰。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很难受的。这不是一部治愈型的纪录片或者说故事，它更像是一部逼迫人们去直面失去与直面人生的作品。李维一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拼尽全力的爱是大多数人并不能真的懂的爱。这种爱是让动物回到动物的位置，承认爱是有限的，并且克制住想要掌控一切的渴望。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除了在远离人烟的地方驻扎，身体所遭受的痛苦，这种心里的苦没有强大的心脏是很难很难熬的。确实，人类对想要掌控的渴望是没有终点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他还活着，我们会安心吗？如果我们知道他已经离去了，我们会不会反复追问，如果当初怎么样，他是不是会活得更久一些？但这些问题的本身就不会有答案。其实李维一和格林一直在教给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应该允许对方在你无法知晓的地方完整的活着活过。你没发现吗？这个道理适用于爱情、友情乃至所有的关系。我想感谢李维一，感谢格林，不仅因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也不仅因为他们的努力促成了若尔盖草原狼监测站的建立，保护了草原的狼群。更重要的是，一只狼的故事照见了我们在所有关系里都必须学会的那一刻。